大家好，我是小发学姐。最近的 AI 圈真的是有点疯。首先是 Google 这边，它丢出了一个会自己玩 3D 游戏的新模型，叫做 Sigma 2。而它的影像模型 Nano Banana 2呢，又被意外放出一堆超扯的实测。xAI 的 Grok 图像现在能力大升级，而 OpenAI 悄悄推了 GPT 5.1。Google 那边 Gemini 3呢，则是在各种实验影片里面狂说存在感。然后另一边还有一个有点可怕的新闻 ，Anthropic 公司公开说，他们最近拦截了一场几乎全由 AI 自动执行的网络攻击，而且背后疑似是国家级的骇客团队。今天这支影片就带大家一次看懂 AI 现在到底进化到什么程度了，我们未来到底是要享受它带来的爽，还是要开始怕它太聪明？先来讲今天的大主角之一 Google DeepMind 公开的 Sigma 2。简单讲呢， Sigma 2就是一个会在 3D 世界里面生活的 AI 代理人。以前的 AI 很多只是看文字看图片，然后呢帮你回答一些问题，而 Sigma 2呢是直接丢进了 3D 游戏里面，让它自己学怎样走路，怎样去完成任务，怎样去跟你合作。官方的展示里面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它在各种不同的游戏世界里面乱跑，像是太空探索、盖工厂，甚至是那种混乱的开放世界游戏，你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跟它说，帮我收集材料盖一个基地，它就会真的自己动起来，去找资源、跑地图，完成你给的目标。而且更夸张的是 Sigma 2的背后它是接了 Gemini 的语言和推理能力的，所以它不是照指令走路的小机器人，而是会理解你讲话的意思，然后自己分解成很多个步骤，像先去挖矿，然后再来做工具，最后呢把房子盖起来。有一个示范我印象超级深刻，使用者画了一个超级丑的手绘小图，叫他在游戏里面找到类似的东西，而 AI 它居然看得懂那是某个物件，然后真的去地图里面找到了。这就不是单纯的图像辨识了，而是理解加上了行动。更扯的是 DeepMind 呢还把这套能力串到了 Gemini 3上面，也就是说未来你可能画一张草图，讲一段描述， Sigma 2加 Gemini 3呢就帮你生出一个可以玩的小游戏世界，然后 AI 代理人呢还可以在里面陪着你一起玩。我的看法呢是 Sigma 2不是游戏 AI， 它比较像是未来 AI 机器人的训练场，现在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学怎样走路、合作、理解指令，之后这一套呢很有可能会被移植到真实世界的机器人上面。到那个时候呢，我们每天看到的可能就不再是笨笨的家用机器人，而是从游戏世界里面锻炼出来的已经很会理解人类的 AI 伙伴了。接下来就是 Nano Banana 2，它是被不小心放出来的疯子级的影像模型。最近呢，整个 S 都在疯传 Nano Banana 2，我简称它 NB2。它不只是把图画得更漂亮了，而是看懂世界，然后再重建画面给我们。许多经典的地狱题呢一次过关，让人第一眼呢根本就分不出真假。先讲一个最直观也最容易误导人的类型，新闻台的画面。有创作者呢，他就用 NB2 生了一张川普第3任期风格的新闻画面。NB2 能把主播的肤色、棚内打光、台标位置、角落浮水印、下方的跑马灯的字句，还有卷动的节奏，全都处理得跟真实电视截图几乎一模一样。这种图如果在资讯流里面划过去，你的脑袋会自动的把它当成一个新闻的证据，因为所有你平常拿来判断真假的细节特征呢，它现在都可以补上了。更加可怕的是，这不是单张奇迹而是能持续产出同品质的系列图，包含不同机位、不同主播、不同标题栏位配置都能成立。而 Nano Banana 2在风格转换这一块呢也是很夸张的，重点不只是上滤镜，而是保留场景的几何骨架还有物件相对位置，同时呢它可以把材质和渲染语言换成某种游戏的美术风格。简单说，原图里的路灯依然在路口里，
线柱转角呢依然是转角，阴影大致落在原本的方向。但是整张画面被重绘成像素或者卡通渲染了，这代表模型不只是涂色，而是理解了场景的空间结构，还有它的光影逻辑，再以木雕风格重新去渲染。这种能力呢，往前看，对游戏快速打样、影片真人转卡通，乃至于把城市街景直接变成可用的概念美术，都会是超级省时间的一个工具。再来看看这位博主叫 Leo 的一个实测，玻璃杯、时钟、金属、硬到不行的材质与几何也能够撑住。Leo 做的呢是大家最常提到的测试了，提示词是这样的：11点15的时钟旁边放一杯倒到快满出来的红酒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这其实呢是 AI 生图圈很有名的地狱关卡了。首先呢，你要画对时钟刻度、指针角度，红酒要真的倒到杯口，页面的张力、玻璃折射都要自然。而 Leo 呢测的是材质加几何加反射的综合题了。Nano Banana 2的输出亮点是红酒杯口页面张力贴着杯缘，透过杯壁呢能看得到液体折射，还有背景颜色变形。它的玻璃厚薄感也不是糊成了一圈高光，真的超级厉害。而时钟几何11点15指针角度完全正确，数字字形还有刻度的间距合理，不会出现半个12或者乱码的情况。还有它金属边框和桌面的反光，高光位置呢符合光源的方向，金属不是一片死白，桌面上的反射还有物体接触阴影呢也有过渡，不会像是浮在空中的感觉。之前的一堆模型，像其他版本的 Gemini、GPT Image， 不是时间画错呢，就是红酒只有半杯，要不然呢就是杯子歪掉，看起来呢真的是超诡异的。结果现在 Nano Banana 2呢，这次一张图就全部搞定，时钟呢是准的11点15，红酒也真的是满到杯缘的那种感觉。这张图呢后来还被很多中文媒体拿出来当经典的案例。他们就说这一关一过呢，代表 Nano Banana 2在理解语义还有细节的控制上真的是升了一个档次。以前我们说 AI 会解题，通常呢是指聊天框里面打出一大段方程式，对不对？但是 Nano Banana 2呢是直接画出一张老师写好的黑板给你看，公式的排版是直的，分数线、根号、次方全都在对的位置上，字呢也不再是那种歪七扭八的假英文字母，逐步的演算、展开、移项、化简，一行一行排得很整齐，这代表了2层能力同时都在线，一个呢是语义的理解，一个呢是格式的控制。它不是乱写了，而是真的明白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，还能用正确的排版表达给我们。所以很多人在看到这张图的时候才会说 Nano Banana 2呢让文字渲染变成了一个被解决的问题了，因为它不只是写得清楚，而是可以把数学逻辑加上文字排版一起做出来给我们。你一眼看过去就像是在看真正老师写出来的版画，比你直接看一整串的纯文字推理是不是要舒服超级多？一句话总结来说，就是 Nano Banana 2呢已经不是在拼画工了，而是在拼理解和重建。它懂场景的空间结构、材质和物理的细节，也懂怎么把逻辑变成一张你一眼就能看得懂的图。这对创作和制作流程来说呢是超级大的福音，但是同时真假资讯的判断呢也变得更加的困难，这点呢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了。再来讲讲 Grok， 老实说 Grok 以前呢比较像是嘴炮型 AI， 但是这波图像升级真的有追上来，脸部比例更正常了，手指不容易歪， UI 类的假截图呢画面感也是更一致了。我的感觉是 Grok 从能生图变成能稳定交付了，虽然还不到顶尖的写实，但已经是正经参赛的水准。这件事情的重点在于什么呢？就是多了一家能稳定输出的影像模型，就会多一种创作的风格的生态味，对我们这样的创作者来说呢是好事。
再来就是 ChatGPT 5.1，这次的差异呢，不在会不会，而是像不像人，指令理解更贴近语境，回复的节奏呢更加自然，创作的时候给到的情绪色彩呢更加到位。简单讲，你以前会觉得他在解题，现在呢比较像是在跟你聊天。实际的用法上面呢，写信啊，写贴文开头啊，或者说把一段声音的内容改成好讲的口语，5.1的顺嘴度呢会让你很有感。我的判断呢是，语言模型的下一轮竞争，关键不再是参数或者跑分了，而是人设和语境的贴合度怎么样。接下来就要聊聊 Gemini 3了，社群的势力呢已经把它的全能型性格呢暴露无遗了。先说一个很猛的例子，有人用 Gemini 3呢直接生出一张超级像真的 Xbox 360手把的线稿图，重点是这不是普通的图片哦，而是那种放大不会糊，颜色想改就改的向量图，手把的按键位置、圆角、摇杆外圈那些细节都抓得很准。看起来就像是设计师画好的图档，对于做 UI 图示、网站小图、简报插图的人来说，真的非常友好。意思就是你丢一句需求，它会先帮你把干净的底稿画好，你再进去微调，速度呢真的是会快很多。再来就是那个很抓眼球的事例了，仿 Windows 的互动界面，不是一张截图，是能点按的假系统。桌布、视窗、选单、记事本、浏览器，东西虽然简化了，但是它的逻辑是活的。这代表它不只是懂某一段的 API， 而是会组装一个小系统。对做产品的人来说，这很像是把设计稿可点的互动原型压缩成一句话的距离。还有小型游戏的，有人用它生出 Rust 小游戏，也有人做出塔防雏形，画面不花哨，但是呢骨架齐全，有循环，有碰撞，有状态。这表示呢他已经跨过帮我补一行程式那条线了，来到了帮我搭一个能跑的专案这里了。如果你是个人开发者，这种一键开工的速度，会把你很多想做但懒得起头的点子变成真的。Gemini 3不只是回答，是从0到1的快速制作伙伴。下一步我们要留意的反而是安全和授权问题。当它能很快的拼出互动的内容，企业端呢要跟上程式码审查，还有资料的权限。个人端呢也要养成别把敏感的资料丢进去的习惯。不过这些都是社群的事例了，并不是 Google 官方的功能说明。后续的细节呢，我们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为准。Anthropic 公司公开了一个案例，说他们拦截到一场高度自动化、由 AI 协助的间谍攻击。对方假装是在做自安测试，实际上呢是想要模型帮忙写恶意程式、找弱点、整理被偷的资料。这不是科幻，是真实发生的，而且对象呢是大型公司、金融等等这样的产业。我看完之后呢，总结了一下，大概有3个重点呢，值得我们去关注的。首先呢，就是攻击流程自动化。以前骇客要一步一步的去做功课，现在用 AI 可以把找目标、升工具，然后自动跑，全都串在一起。这就使得中等程度的攻击者，现在呢也能做出过去只有顶尖团队才做得到的规模了。他们会把问题包装成，我是白猫在测试。或者是用绕语、假任务哄骗模型。简单讲，不是硬闯了，而是骗过守门员。AI 对 AI 的新战局了。这次是 AI 攻击被 AI 公司发现并且挡下。未来的企业呢，资安80%呢会变成 AI 测 AI。除了对外的滥用侦测，更重要的是内部资料权限最小化，操作留痕，避免员工无意间就把公司资料暴露给外部模型。说实话 ，AI 是助力，也是放大器。好人家 AI 可以更快的修补，坏人家 AI 也可以更快入侵。企业现在呢需要把模型的安全当产品的功能来做了，那我们呢也要记住，不再公开的 AI 工具贴公司的机密，遇到要你绕过平台规则的指令呢，就一律当成是诈骗来看待。
OK， 那今天看到的重点呢，其实就一句话 ，AI 不只是在生内容，它已经会想、会做，还会自己动起来。星马2呢，把代理人带进了 3D 世界 ，Nano Banana 2呢，让真假画面更难区分，而 Grok GPT 5.1 Gemini 3呢，则是把工具变成了伙伴。如果要你把一件事情交给 AI， 你会先让它帮你写文案、做一张示意图，还是直接组一个可以用的小原型呢？记得在留言区跟我说说。那我是小花学姐，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也可以把影片分享给正在追 AI 的朋友哦。那就下支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